想被婆婆我做成衣裳吧？那就乖乖点击追番投币吧。倘若你安分养伤后可逃过一劫。婆婆把城主做成了衣裳。延康国要派一支由20万神通者组成的先锋军入驻。木儿，你去城门口等着接应村长他们。进入大虚地界，大军就会直面黑暗。香龙城早已是我延康囊中之物。我如果遇到你的话，绝不会留情。我也是。以下亦有锋芒。范围刚好笼罩我军，非常诡异。传令玄武军支援朱雀军，玄武军结冰盾，玄武军结冰盾，玄武军结冰盾。龙爷爷刚才画的雷云图，竟然真的变成了天上的雷云，好厉害！原来书画神通还能用来作战。上将，前方船只要赶紧撤离风口，已经太晚了。全军猛攻阵型！玄武军的兵盾挡不住雷云未散，更添飓风，让我军死伤数万人。看来，除了之前在战船上见识过的枪神、神通、毒王和天道，大虚中还隐藏着别的高人。传令于渊将军，率白虎军、朱雀军绞杀雷云。白虎军听令，列白虎杀阵。是。朱雀军听令，列阳火阵。是。天策上将派金雕传来消息，城内有妖人做法制造异象，阻挡我延康大军。城主，你早前不是说已经处理好一切，连府内闹事的天魔教教主夫人和大虚神通者都解决掉了吗？难道你在糊弄我？大玉天魔经已在我手，林将军放心。传令下去，是将所有人给我赶到城中心的庙宇，我倒要看看谁敢在我眼皮底下作祟。我与你同去。作乱的妖人不识时务，捉到了他凌迟处死。届时还请秦将军在国师面前多多美言几句。
主身上的气味，好像和之前不太一样。屠爷爷，你也来了。延康国师都要来，我怎能不来？我们的第2步计划正式开始。延康国师既然决定朝大虚出手，一定会不遗余力。全面进发了，阿爷，你跟哑巴瘸子入城去，协助瞎子药师尽快将百姓转移到庙宇遗迹。屠夫，动手！屠爷爷，你在做什么？快下神通，等黑暗降临，延康大军入城，我便激发我的斗意，炸毁龙柱。还可以这样？龙柱是天龙星宫遗迹的一部分，将黑暗抵御在城外。一旦龙柱损毁，城楼倒塌，延康大军会被黑暗瞬间吞噬。而庙宇周围有星宿石，可护百姓周全。聪明，这就是我们的第2步计划。关键还得看聋子怎么拖住他们。作画，可挡100万雄师；山河破碎，万民痛哭。王者被魔神吞噬，无论敌我。这是18幅地狱图其一，百魔图。怎样锥心刺骨的痛苦，才画出世间无二的地狱百魔？当年的天屠国太子，风华绝代，精彩绝艳，是天屠国第1美男子，
也是资质第一的人，却只醉心书画，曾言自己两耳不闻天下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就连荣狼国入侵天突国，天突国无力抵挡之时，他也无知无觉。等他从书画之道中醒来，国都已破，荣狼国正大肆屠杀百姓，战马踩踏着他妻女的尸骨，宫门上挂着皇后的头颅，甚至有士兵提着皇帝的头颅四处炫耀。天突国太子疯了，他是个偏激的人，自问连国灭之声也不闻，要这双耳朵何用？他切掉耳朵，刺破耳目，以百姓的血、亲人的血、敌人的血作画。画出18幅地狱图，他画出了地狱。天突国国都从此化为地狱深渊，荣狼国100万大军尽数跌入，化为地狱的一部分。那一役后，天突国和荣狼国都亡了。天突国太子也自此消失。我曾去过天突国国都遗址，从18层地狱中走了一遭，深知他内心的悲痛与绝望，也怜惜这份才能，因此向陛下上书，要在太学院建立画圣阁。没想到在大虚，竟能得见这位最适合做画圣的人。唉，只可惜是我严康的敌人。看见了你们的决心，我严康要想进入大虚，势必要付出同等锥心刺骨的代价。天策上将，百魔战力非寻常士兵能敌，大军伤亡惨重。全军听令，结4项战阵。精妙的战阵，4项相连，万军元气尽汇其中。领军之人是神桥境高手，以他之能，
在其万钧之力。天策上将以战阵闻名于世，所持天策剑在16口一品配件中排行第1，可将我所创4象战阵的威力发挥到极致。一人一剑，便是我延康国威。剑当百魔！降百魔，鼓军心，大虚可破。破局于千里之外，好一个延康国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真有你的！来吧，来吧！我已经等不及看当世最强的剑与当年最强的剑一决高下了。当世最强的剑是延康国师，当年最强的剑自然是村长爷爷。他们如果交锋，会何等惊天动地！龙子争取的时间已经足够了，接下来的降龙城决战将无比惨烈。心中神仙无敌，战上苍，踏遍荆棘。梦醒复似现意，魂飞涅槃新生力。一剑开，解辟天地。就随我对天生。